别在这里打死你！打死一个骚扰者，负法律责任！道德都没有，你是一个有丈夫、有孩子的女人，你思念什么？写什么20年爱情日记？你是个疯子！打死你！欺人太甚！陆军，别打了，再打出人命了，为这种不值得。想想我们的孩子。你怎么还站在这儿？你不喜欢为我干活吗？你去干活去啊！你不就是要写爱情日记吗？那行，我还有事，我走了。你看着我干什么？陈芳芳，咱们俩在一块儿有3、4个月了吧？我没有要求你娶我，你烦了。而且我也没有影响你追于萍萍，只是你自己追不上，自己没本事罢了。你这个丫头，那嘴什么时候变成刀子了？我告诉你，我真心的想告诉你，你说，我是怕耽误你啊。你说，你一个大姑娘，你老跟我这老头子在一块干什么？我这个老头子能给你带来什么？你不是老头子，你只比我大11岁，11岁甚至还是一代人呢。一代人？我跟你说，咱们俩不会有结果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不要求结果，过程最重要。行了，我是为你考虑，你赶快找一个人。现在渠道那么多，机会这么多，你跟我在一块儿，会耽误你的青春的。到头来，恐怕是你什么没捞到。你想住上带卫生间、厨房的房子，你想开大眼睛的 QQ， 你想拥有东海的户口，我担心，到后来都是没有完成的使命了。我说了，我只在乎过程。我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有什么毛病，喜欢谁，你全知道。我不是你期待的那种男人，你也不是我喜欢的那种女人。你早找人，我早放心。你结婚那天，我送你个大礼。我给你1个月的时间，勇敢地从这个地方走出去。要什么补偿，你提出来，只要是合理，我肯定给你。但是1个月之后，你还来找我，还跟着死缠烂打，我就宣布，你是个不受欢迎的人。我不走。乔芳芳，你还在这等什么？为什么我老赶不走你呢？为什么？你告诉我为什么？我怀疑你性格里有一种因素。什么因素？天生受虐心理。男人要不虐待你，男人不骂你，你不为男人服务，不为男人干点什么，你就极其不舒服，是不是？是天生受虐者。
看吗？好像是那个被打死的偷拍者偷拍的于萍萍的内容。他们好像是在换妻。我就知道你会偷看我的东西。你也有瘾吗？偷看有瘾，兄弟有瘾吗？啊！怎么这么关心我？你整个美国 CIA 派来的，天天刺探我的隐私，我让你刺探个够！我警告多少次，你为什么就是不听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敢把录像带的内容告诉别人，我饶不了你！滚！滚到卫生间去，好好洗洗！滚出我家！从此我再不愿见到你！啊，这卡里有6万块钱，算我给你这几个月的青春损失费。我还能为你打扫卫生吗？你还有一堆衣服没洗呢。你怎么还为我打扫卫生？真是个受虐者！我告诉你，我不需要，我不需要了。你停止！葛建斌，我告诉你，我不是小姐，我不是在出卖青春，我爱你。我只不过是心里孤独罢了。我渴望找一个爱我的成功的男人，但是你不是。我只是希望能够通过时间来改变你。我反对做这个道德热线里的偷拍隐私的节目，因为我们要集中所有的力量做好我们现有的节目。要知道，我们的人力资源是有限的。我说大主持人，你就不要再管这档节目了，只要这个节目能够上，我愿意拿出我工资的一部分来，请新的人员来参加这个节目的制作。我不怕吃苦，我们年轻人辛苦一点很正常嘛。对了，萍萍姐，你为什么这么反感就这个朴补之死展开的话题呢？我反对把偷拍这件事情做得太足，因为它不符合我们民族的审美。你想想，如果你妈做这栏节目，立刻会涉及到各种受害人的隐私。想想那些在公共厕所、浴室、桑拿、地铁、公共汽车、商场的更衣室里的偷拍场面，我觉得没有美感。听你这意思，是不是你也遭遇过这样的事情啊？这是一个很热点的社会话题。我们做这个节目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要引导听众建设精神文明。有争议是好现象，是这样的，台里基本同意了杨春雨的创意，同意制作这档节目。我看是这样，杨春雨，你可以建立个班子，开始制作道德热线的第1期偷拍引起的道德争议。
血管在这个位置，病人脑部血管在这个位置。李大夫，你爱人来了。那些信息啊，你都要留着，这是变相的威胁，以后上法庭打官司用得着的。你觉得这件事情真的要到打官司那个程度吗？前一阵子啊，我们对葛建斌的分析是对的，这是一个潜藏的更深、更具有智商的骚扰者，他是不会轻易放弃的，所以我们要有心理准备。可是这件事情一旦公布于众，我们就彻底完了。就像你说的，社会不会再接纳我们的。是啊，这我也明白。可是世界上没有后悔药，时光不会倒流。如果有的话，我们是再也不会干那个与中国的社会不和谐的事情了。所以，事情要出来了，我们就不能怕呀。孩子知道了怎么办呀？这也是我最大的担心呢。我们要想尽办法，不能让孩子知道这个事情，包括让他转学去外地上学。不太现实。现在网络的力量这么强大，事情发生在2个比较有名的人身上，只怕是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真的是定时炸弹，真的要爆炸了，怎么办？我想解决这件事情。怎么解决？你是不是要和他交换？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是觉得这件事情，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。我们的一生，甚至我们的家庭，都有可能因为这件事情而毁灭，太可怕了。那你有什么办法呢？偏偏，你不要再干蠢事了，不要再背叛我们家庭了，你听明白了吗？我请你们放心，我的业务能力在东海那是有名的。我大大小小已经打了上千桩官司了，胜诉的概率是70%，这对律师来说，那是非常大的胜率了。你们委托我代理，我一定为你们打赢这场官司，保证你们企业的利益，同时呢，也保证我的个人代理费用。不好意思，我接一个非常重要的电话。我马上找人来给你们送来午茶和点心。午茶是英国人的传统，现在已经在中国的写字楼里流行了。请等一下。怎么，太阳从西面出来了？你想通了？我们什么时候见面？我想跟你谈谈。我晚上请你吃饭，你想吃什么？我没有时间跟你吃饭。怎么还是这么充满了敌意？那你说怎么办？我到你家里去，晚上7点半。上门了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不会是跟我开玩笑吧，于平原？葛建斌，我真的去你那里。那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了。那行，我在家里等你，我们好好谈一谈。世界上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，这是不是？我们还是朋友。老师再见。妈妈，你
来接我了。啊，你怎么哭了？妈没哭啊。你没有哭，我刚才还看见你抹眼泪了呢。风吹的。再见。不再和陌生人跳舞。我希望你能实现你的承诺。早点回来。我知道。去哪儿啊？有一个病人情况不稳定，我去查房。希望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好好见。我要没记错的话，你好像是第3次来我的别墅了。俗话说，事不过三，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无情人分道扬镳。那就让我们来个了结，也了结我20年的心愿。别给我说这些，葛建斌，我问你，你所谓的证据在什么地方？是些什么东西？一个人能够爱另外一个人20年，为他写了20年的爱情日记，这是什么精神？这是什么毅力？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真诚的爱情之一。当然，这也是世界上最悲伤的爱情之一，因为20年的时间换来的只是别人的不理解，甚至让别人误解为变态、骚扰。我这是在干什么？我自己都弄不明白。说真的，今天能走到这一步，实在是下策。我没有想到，实在是悲伤。其实我很不愿意这么去做的。你少废话！你说，你的证据是不是偷拍者的录像带？这个偷拍者已经死了，可耻的死了。是又怎么样？不是又怎么样？我是来跟你交换的。交换？
我也谈交换。太绝望了，我真是太绝望了！我以为你来，可能会来祈求我，会静下心来跟我长谈一次，求我放过你。在你长达几个小时的谈话之中，我被你感动了。我答应你，给我所有的证据还给你。我被你的祈求所感动，我为你的家人保守一辈子秘密。但是我绝对没有想到，你能跟我谈交换。这交换让我心碎，让我梦破的词汇。我要是万能的上帝，我一定要把这个词汇从人类的字典上抹掉。平平，你知道你在我心目中是什么位置吗？你在我心目当中是多么圣洁的女人。你居然跟你的丈夫一块儿去参加那种不属于人类的交换，你的美丽和你的魅力，和我对你20年的憧憬和思念，在这丑恶的一刻都化作了乌有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也是物质和欲望交织的女人呐，你也是跟所有的女人一样，也是吃五谷的女人，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来？你怎么能跑到我这来继续谈交换呢？这不是你呀，平平，我觉得不，这真的不是你。当我面对录像带的时候，看到你和你的丈夫走进一家宾馆，走进一个卫生间，走进一个房间的时候，你和那个叫洪自强的人在拥抱的时候，我真的想不通啊，平平，我没想到这是你做的事情，没想到这是你这种美丽的女人做的事情，你这种美丽女人声音做的事情，我听中了天神女神做的事情。但是我被击败了，我怀疑我是不是看错人了话。你是个俗女人！我本来就是一个俗女人，一个普通的女人，是你自己在心理上故弄玄虚。是人都会犯错。我告诉你，我是参加了交换，但是我跟我丈夫在最后关头，守着中国人的道德底线，没有完成交换。没有完成？你去了，你这么想就是大逆不道。轻描淡写的说什么错误，这是错误吗？这不仅仅是错误，对别人是错误，对你和你丈夫是永远不可原谅的，这是道德上的重大失误，特别是你，是永远原谅不了你的。这跟你没有关系。怎么没有关系？你把我心中最神圣的东西毁灭了，你让我在生活当中对美不再崇拜了，你让我在生活当中成了没有理想、没有光辉照耀的芸芸众生了。你少跟我废话，东西在哪里？你想怎么办？平平，我求你了，不要跟我这么说话好吗？我们是朋友，我曾经是你的律师，你丈夫的律师，我没有功劳，我还有苦劳吧？好吧，你说你想怎么办？你知道这件事情给你带来的危害性了吧？你知道这件事情给你和你的家人带来什么样的毁灭性的打击了吧？好，既然你知道这件事情的危害结果，那就让我来帮你。我只有一个条件，只要你爱我，
我会永远为你保守秘密。偷拍者已经死了，洪自强已经死了，朱叶云不会说，你和你丈夫不会说。只要你爱我，我为你永远保密，永远不会说。做梦！不会爱你，永远不会。萍萍，我是一个在沙漠里干渴已久的男人，你就不能把你爱情的甘露施舍给我一点点吗？你无可救药。你为什么这么反感我？那你说应该怎么办？我们可以交换。你还谈交换？你真的要把我逼疯了吗你？你不是想得到我吗？我为了我的家庭，特别是为了我的孩子，我不希望我的孩子为了我的事情受到一丁点的伤害，因为他还要活一辈子的人，所以我要和你完成一次交换。我用我没有灵魂的躯体和你肮脏卑鄙的小人进行一次交换。你可以得到我，然后我拿走录像带，而且你保证永远不泄露这个秘密，我们之间永远不要往来。就这么简单？真的没有希望了？爱情没了，只剩下肉体的交换。这是多么无耻、可悲的事情！你还想要什么爱情？我对你说过，我们之间没有爱情。贺建斌，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。你说你20年前见过我，我想起来了。20年前的一天，我在新华书店里买书，准备考大学。有个男人跑过来对我说，他喜欢我，要我跟他交朋友。我拒绝了他，他就一直跟着我上了电车，在电车上一直站在我身边。他甚至还跟我到了我们家门口。他说他爱我，他爱我，然后无耻地用手抓住我的胳膊。我给了他一巴掌，我拒绝了他。这个人是你葛建斌吧？是你吗？就是你。是我。那是一个年轻人的冲动，但是你不知道，一个男人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是一种什么感觉。20年前，你严重地伤害了这个年轻男人的心。尽管时间流逝了，但是这种耻辱感一直没有消失。葛建斌，这不是爱，这是你的复仇心理。你一直在寻找你所谓的自尊，你那些所谓的爱情日记，也是你自我安慰的一种倾泻。你那些雕像，也是报复我的一种物化。其实，你一直在寻找报复我20年前给你那一巴掌的机会。你等了20年，现在我给你这个机会。多么精彩的分析啊！
得不承认，你分析的太准确了。我也闹不明白，这么多年我为什么这样对待你。我今天终于是拨开迷雾见青天了。原来我是自尊心在作怪，原来我是报复心在作怪。自尊、报复、报复、自尊、报复、报复。好，我们成交。现在这些录像带在什么地方？小军，你妈回来没有？没有。我保证不流传出去，保证不拷贝，我以人格担保。于平平，你看这一堆雕像，你要是站在这儿，这堆雕像简直就是一堆泥土。你看看你的美丽啊，你白皙的脖子，隆起的胸部，曲线优美的身材，鹅蛋型的脸，明亮迷茫的眼睛，性感殷红的双唇，你太天衣无缝了。你怎么哭了？你觉得自己像个无助的羔羊是吗？好可怜呐！这是我人生最美丽的时刻，我真心的要把这一刻永恒。20年了，我等的就是这一刻。现在，我要彻底的享用这一刻，享用这盛大的节日。别动！我不想让这世俗的声音影响我盛大的节日。以前我摸的是冰冷的泥土，现在摸的是你
你训练的皮肤，感觉好极了。爸爸，你干什么呢？没事。见到我就见到了美，我让你的美给震撼了，从此我的灵魂就没有得到安宁。我知道，我这一辈子就会死在你身上。人只有一生，我这一生追求什么？追求的就是你，一个美女，一个如果能够得到你，可以让我放弃生命的女人。这么多年，你把我折腾苦了，我有时候在想，把你给关起来，关到一个没人的地方。触犯法律，我是一个懂法的人，我要约束自己，我要游走在法律的边缘，但是绝不能犯法。在我的梦里，在我的思想里，我早已强暴和占有了你无数次，在我的想象里，我早已把你撕成了碎片。什么是爱情？我这就是爱情。爱一个女人20年，从来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淡漠而放弃过，从来没有因为对方不知道而心灰意冷过。正是对她这种单相思，支撑着我活了这么多年。我对她家的房子，对她爱吃什么，爱穿什么干什么，我都清清楚楚。我错了吗？谁能告诉我错了？我疯了？你在法庭上看到我的时候，我是衣冠楚楚，义正辞严，我口若悬河，我的思维有什么不正常的吗？没有。请不要责备我这种恋情，好吗？和你在一起是我人生的盛宴，我要慢慢的享受，一点点把你享受透了。你怎么了？走开！你怎么突然反悔了？你的人生盛宴没有开始就要结束吗？要不要录像带？你怎么了？走开！你怎么突然反悔了？我的人生盛宴没有开始就要结束吗？你要不要录像带了？你自己看着办吧。站住！想你丈夫是不是？你觉得再也不应该对他不忠了是不是？对了，你想起你儿子了是不是？你想做一个好母亲是不是？放我！我盛大的节日不能就这么结束了！松开我！站住！我要我盛大的节日！葛建斌，我告诉你，你放开
属于我的，好像耶稣一样，明天钉在十字架上，我要享受你。你让我见血了，好的，那么咱们就彻底来个刺刀见红。这都是你逼的。我把你当成天使，你把自己当成妓女，你还真的来了。我没有期待跟你交换录像带，要是不来，你会更加完美。既然真的来了，还跟我谈什么交换？我已经绝望了，我的最后一滴爱情的眼泪我都哭干了，只剩下了自尊报复。所以，我一定要完成这次交换。我要越界，我要超越法律的界限。我告诉你，玉萍，为了你，我愿意这么做，我死我都值了。我很不愿意这么做，这都是你逼的。你放心，我只是跟你交换，我绝不会伤害你。放开我！想起来多可怕呀！一个人思念另外一个人20年，却另外一个人一点都不知道。知道之后，觉得他是变态可笑。多么残酷的情感等待啊！谁来补偿我等待的情感？谁来补偿？谁来补偿我的等待的情感？邪灵还需机灵人。若晴，快救我！快点！是一个有丈夫有孩子的女人，你思念什么？写什么20年爱情日记？你是个疯子！打死你！欺人太甚！陆军，别打了，再打出人命了，为这种不值得。想想我们的孩子。
下身悬一点。那些录像带呢？在我的包里。在你揍葛建斌的时候，我看见那些录像带放在电脑桌上，我把它随手放到包里了。到那儿去，就是为了拿录像带吗？啊？我是为了我们的家庭，为了我们的儿子。我本来想跟他，可是后来我真的后悔了。如君，对不起，我差点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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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向你发誓，我这一辈子都不跟陌生人跳舞了。我一定要忠于我们的爱情，你能原谅我？我们一辈子都在一起好吗？你说葛建斌会善罢甘休吗？他会不会复制这些录像带的拷贝呢？他的目的没有达到啊。我们不要想这些了，我们要面对现实，要面对一旦社会上和单位里的人知道了我们的事情，它的结果可能是很残酷的。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。我就怕孩子知道了受不了。要有心理准备，什么事都可能发生。屋子我都给你打扫干净了，我去上班了，你还有什么事情吗？这2天你就别去上班了，你这个样子让事务所的人怎么看啊？晚上回来给你做饭。
邢大夫吧？你哪位啊？我是一个你非常感兴趣的人。什么感兴趣的人？你到底是哪位？有一个叫葛建斌的人，你应该知道吧？葛建斌是李汝君的律师，我知道啊。我就是葛建斌。我们能不能见一面？我们有什么好见的？当然有见的。你不是一直仇恨李汝君吗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10几年前，他举报过你，害得你被赶到住院部当值班医生。这件事情，你不会忘记吧？这和你有关系吗？这和你没关系啊。葛律师啊，你当好你的律师，不要去操心人家的事儿。再见。你等等，你们两个现在不是竞争院长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邢大夫，我们两个见一面，对你非常有利。我手里有十分有利你当院长的东西，这点东西一定能把你送上院长的位置。你好好想一想，当院长和当一般医生可不一样。东海第一医院在我们省可是王牌医院呢。那好吧，你说在什么地方？巴黎春天商业中心旁边的上岛咖啡。我知道。1个小时之后，我们在那儿见面。哎，葛律师啊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成这样子了？没出什么事儿吧？没什么，一点意外。请坐。喝点什么？不用了。有什么话你快说吧。急什么？喝点咖啡吧。哎，服务员，来。我给你看样东西，你一定喜欢。我知道你跟李如君不共戴天。你看了就明白了。你现在看到的是李如君和他的妻子于萍萍走进本市李家宾馆。这是你的妻子朱玉云和她的前夫洪自强宾馆的一家房间等待。他们等待一对夫妻。他们终于等到了一对夫妻，就是你们医院的院长候选人，脑外科主任李如君和他的妻子于萍萍，著名的主持人。现在是洪自强和于萍萍走进对面的房间。你现在看到的是洪自强和于萍萍在拥抱。镜头被雾气染湿了，没有画面了。够了，足以说明问题。你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？他们这些道貌岸然、所谓的社会名流，居然参与这种与我们社会伦理道德相背离的换妻活动。你看清楚了吧？
换妻，这是一种道德上的腐败，是中国百姓最不耻的丑闻。你可以当院长了，秦大夫，你只要把这些东西拿回你们单位，你就成；或者是拿到网络上一公布，你也成。这可是你最好的机会。你是从哪里搞到的？这我不能告诉你。这我不明白，你做这些是为什么？我更加不能理解的是，你是李汝君和于萍萍的律师啊，你们关系那么好，你免费为他打官司，你怎么会突然变了呢？而且现在把这些东西拿出来，你怎么会这样做人呢？因为我想得到，我没有得到这东西。什么东西？钱？你做律师的，好像不缺钱吧？邢大夫，我只能说这么多了。你做这些事情的动机我不清楚啊。你一定要知道吗？当然，这些东西确实可以让李汝君身败名裂，但是你提供给我的动机我不清楚啊，我怎么能够随随便便去当别人的工具呢？何况这里边还涉及到我的妻子朱依云呢。我已经听说你不爱你的妻子。你真是个万能的律师啊！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呢？不过话说回来了，我和我妻子就算是有矛盾，我们两个将来完全可能离婚。但是现在，你为什么让我这样做的动机，我必须要明白，必须要清楚啊！你一定要让我说吗？你必须说，不然我怎么做？我爱上了一个人。谁呀？于萍萍。我爱了她20年。是这样啊。你这脸上背后的故事，我已经猜得差不多了。你追求于萍萍，或者把于萍萍怎么了？是被李汝君给你打的。原来你是个衣冠禽兽。你是于萍萍的律师，你是李汝君的律师，你怎么能够去爱人家有家的女人呢？你别管我是什么，你现在面对的是证据，面对的是人类夫妻之间的腐败，你想怎么做？你想不想当院长了？我给你2天的时间，你好好考虑考虑。2天之后还是这个时间，我在这等你。我希望你配合我。
么？想好了？喝点什么？换个口味的咖啡吧。来，坐。我们以后就是朋友了。你在法律上要有什么事情的话，我一定帮忙。你怎么了，秦院长？我觉得人类太悲哀了，怎么会有你这种人呢？你把这些东西找出来交给别人，让别人去公布，你在一旁享受别人身败名裂的痛苦带给你的快感，你太卑鄙了你！可建斌，我告诉你，你是一个真正的小人。你是律师，你是律师里的败类，你是。可建斌，我现在告诉你，我想了2天的结果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想狠狠地揍你一顿，把你的脸打成面包，让你这个律师中的败类无脸见人。真不知道好歹！李汝君是你的死对手。我是恨李汝君，10几年前他让我无地自容，但是我认真地想了2天。我做人绝不能卑鄙到像你这种程度，你小看我了你知道吧？我不会落井下石的。我知道你掌握了于萍萍和李汝君的事情，你可能会公布出去，但是从这段录像里，我没有找到任何的快感，我找到的只是人类的悲哀和你的无耻。你别忘了电闸的事情。李汝君不举报你，我可以举报你。你脑子彻底乱了，败类！我告诉你一句话：机关算尽太聪明，反误了青青性命。跟你说件事儿啊。什么事儿？我觉得你要多关心关心小军。哎，什么意思啊？我是小军的班主任，我当然会关心他了。你要多多关心，注意孩子动向。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，你怎么会关心李如君的孩子呢？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有些事情是大人可能会承受的，但是孩子可能承受不了。你吞吞吐吐的想说什么呀？啊，辛飞宇。算了，我不想说了。我们2个虽然是夫妻，虽然没有感情，我和李汝君有矛盾，但是我认真的想了想，这争来争去都是为什么呀？人为什么就不能多一点宽容呢？人和人之间为什么就不能多一点爱心呢？有时候我在想啊，这我自己为了争名夺利都够可怕的了，但是比我可怕的人还有。这世界真是不可思议啊！最近有件事情对我触动很大，叫做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李汝君家可能会怎么了？李如君会怎么样？我不想说了，我只想劝你多关心关心孩子。孩子没有错，孩子是未来呀。哎，你等等，你告诉我，李如君怎么了？他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
玉，我现在想抱你一下。飞宇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你变了，你不是邢飞宇。我知道了你的过去。我的什么过去？我同情你，你很不幸，你是个可怜的女人，现在是我的可怜的女人了。我错了，我不该再这样对你。你能原谅我吗？你知道了我什么过去？我已经不计较了，我只想说一句话，让所有人的历史都成为过去，好吗？我们不谈历史，只谈未来。你一定要关心李小军。这事儿啊，告诉我还有什么现在商量去啊。哎，邢大夫，哎，我们去查房，你也有个病人呢。哦，对了，邢大夫，我们科室有些事情，我还想跟你碰个头。你们去吧。刘军，这科室你是主任，你去定吧。不，还是我们一块商量吧。哎，奇怪了。平常邢大夫和李主任在科室里的意见总是相反，今天竟然说主任你定吧，这里边一定不正常。对呀，是挺奇怪的。这个案子啊，严格的讲更像个民事案件。当然，从朴捕在服装店搞偷拍到他被追逐到大街上被人打死，已经发展到刑事案件了。朴捕的死属于群众防卫过当。当我们的侦查员赶到现场，真正打人的人已经找不到了，谁也说不清楚。只有一个被偷拍的女孩子的男朋友我们找到了，但是他说只是想把偷拍者抓到，不是把他打死。但是愤怒的群众的行为他是控制不了的。那么那些在朴捕偷拍里受害的女孩子，她们的底片录像带是怎么处理的？我们因为要查证朴捕的身份，到了他的住处，发现了大量的录像带、光碟和底片，都是偷拍的。那大都涉及到了偷拍的什么类型？比如说像洗澡、公共厕所等等。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？因为我们的节目是一个道德节目，在这方面，社会上目前有2种人。一种人他就是下意识或者无意识的偷拍，比如说他在自己家的阳台上看到了别人洗澡或者拥抱什么的，他就拿起了摄像机或者照相机拍下来，他是留给自己或者朋友看的。另一种人呢，他本身就有偷拍的毛病，就像朴捕这类人。通过我们这个节目，我们要呼吁人们尊重他人隐私，提高社会的道德水平。根据我们查获的物证来分类，朴捕偷拍有2个地方，一个是公共场所，剩下你说的什么浴室、公共厕所和他被打死的大街上，还有一个是他工作单位宾馆里。在宾馆里偷拍，这也太恶劣了。他偷拍的无不过是女孩子或者女人身上最隐私的部分，这没有什么说的。但是因为他的工作单位特殊，他常常偷拍到别人到宾馆里做爱，当然有相当一部分是一些人在进行换妻活动。在宾馆进行换妻，这倒是很有意思。可是为什么这些人要到宾馆进行交换呢？换妻活动的第一步要相互了解，因为不了解对方到底是什么人，他们一般选择中性的地方，宾馆和度假村是最合适的地点。我们就这类换妻活动
又查了一些案子。据我了解，目前法律上还没有一个标准说换妻是非法的。你说的对，对于参加这类活动的夫妻，有人举报了，或者我们例行检查在宾馆里发现了他们，只能带回来审查一下、教育一下，当天就得让他们回家。和您的这次谈话启发了我对节目的新创意。我们这次合作完，下次就换妻到底违不违法做一期节目。没有法律，我们的社会只能靠道德来约束了。一个是公共场所，剩下你说的什么浴室、公共厕所和在被打死的大街上，还有一个是他工作单位宾馆里。在宾馆里偷拍，这也太恶劣了。他偷拍的无不过是女孩子或者女人身上最隐私的部分，这没有什么说的。但是因为他的工作单位特殊，他常常偷拍到别人到宾馆里做爱，当然有相当一部分是一些人在进行换妻活动。在宾馆进行换妻，冰冰，你没事吧？这倒是很有意思。可是为什么这些人要到宾馆进行交换？萍萍姐，我来吧。据我了解，法律上还没有一个标准说换妻是非法的。对于参加这类活动的夫妻，有人举报了，或者我们例行检查在宾馆里发现了他们，只能带回来审查一下、教育一下，当天就得让他们回家。和您的这次谈话启发了我对节目的新创意。我们这次合作完，下次就换妻到底违不违法做一期节目。没有法律，我们的社会只能靠道德来约束了。我们能不能看一下朴捕偷拍的那些物证呢？我去趟洗手间。没事。你们什么时候去看物证？谢谢萍萍姐关心我的节目。这个嘛，要等公安局法宣处那个领导的电话了。怎么，你也要去看那些物证吗？要不然我们一块儿去？你是我们节目的监制，去也合适。指导工作嘛。不用了。哎，你说为什么于萍萍她一听到换妻，手里的茶杯就掉到了地上？为什么当我从她手里接过扫帚的时候，她的手在发抖？为什么她进了卫生间不上厕所，靠在墙上傻站着？这一切不是都很反常吗？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像一个侦探，一个精神分析家。可是他这一切都很反常啊！难道于萍萍她也参加了换妻活动？她为什么要参加这种活动？这不可能！怎么不可能？就这个问题，我已经研究了一段时间了。那这可是比婚外恋和一夜情走得更远。这确实是对家庭的杀伤指数要低于婚外恋和一夜情。那不是一件好事吗？起码它不影响家庭的稳定。好个屁！它对社会道德标准的杀伤指数要高于一夜情和婚外恋。它会最终导致社会的堕落。我说你有点严重了吧？一点都不严重。如果这次让我查到于萍萍她也参加换妻活动的话，她就彻底完了。她甚至不要想在东海电台工作，别说是工作，恐怕连活人都很困难。一个正常的人是瞧不起这种道德标准低下的女人的。尽管她很漂亮，谈话节目也一流，但是她死定了。
于老师，有件事情想和你商量一下。是这样，昨天晚上呢，我已经连夜把换妻这样一个话题的文案做出来了，想听听你的意思。我甚至在想，是不是应该有像您这样的我们电台的大牌主持人来做这个节目呀？我分析了换妻对社会的危害性，分析了他们的年龄层次，分析了他们的阶层，是应该由您来做的。您做这个节目一定会很轰动的，因为你是名人效应嘛。对不起，我要进直播间，我要看一下稿子，捋顺一下自己的思路。哇，于老师，这是一个关于法律和道德的非常好的大胆话题，我敢保证它的收听率可以排在全市全省第一，甚至全国都有可能会热炒这个话题的。我是小字辈，像这样大的具有社会意义并且还没有被立法的节目，真的是应该你去做。你想，它还没有被立法呢，对社会道德具有很大的杀伤力，可以通过你的法制热线来呼吁这样的节目。我知道西方社会已经有立法说换妻它不违反法律，但又比如说像加拿大这样的国家，它就立法说换妻不合法。但那都是西方，换妻和东方人的传统肯定是格格不入，甚至背道而驰的。我们应该展开这样的话题，把换妻对家庭、对社会的危害告诉给广大的听众。住嘴！你怎么了？我不想谈这样的话题。顺便告诉你一声，我刚接到公安局同志的电话，叫我们去看朴捕偷拍的资料。你去吗？据公安局的同志说，里面有大量在宾馆换妻人的资料。嘉宾到了，我们准备开始吧。好。怎么你哭了？什么事儿？没事，我这眼睛有点不舒服。来吧。您好。你好。请坐。各位听众，这里是东海电台法治热线的节目，又和大家相会了。我们今天讨论的热点话题是如何预防犯罪。预防犯罪是我们国家法治建设中特别强调的。我们国家各级部门已经加强了预防犯罪的工作力度。我们就拿贩卖毒品来说吧，毒品对于社会、对于人的生命都有极强的摧残性，但是毒品的利润很高，据说毒品的利润是其他行业不能相比的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就会有很多人去冒险，但实际上大多数人都不知道，在中国贩卖毒品35克以上就会判处死刑。因为毒品的利润很高，所以就会有很多人铤而走险，最后付出高昂的代价。我们在司法机关得到可靠的数据，99.9%的毒品犯罪分子在处决前都非常的后悔。所以我们今天请到东海公安局缉毒支队第1大队的队长来给我们谈谈毒品的危害，以打开我们今天如何预防犯罪的话题。